努比亚 Z60 Ultra， 一台谁看了都知道是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而且它还是一台正面没有开孔的屏下前摄手机。今天就来看看它的表现啊。那最近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越来越多的旗舰手机会在拍摄界面中标注等效焦段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会给出一个快捷选择35毫米人文焦段的选项。那虽然说他们是通过数码裁切的方式来达成的，但是还是会在发布会上或者宣发的时候宣传这一点，来告诉用户他们多么的用心，他们多么专业。那我估计努比亚的用户啊，或者努比亚的工程师看到这点肯定会是吧，就不以为然了，因为努比亚这几年一直在深耕它的35毫米光学主摄。那这次 Z60 Ultra 不但继续完善了它的35毫米主摄，还带来了更好的超广角和长焦镜头。其中超广角镜头给我的震撼是最大的，是我多年在手机上没有体验过的震撼了。那么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我们的评测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就是希望您能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更新下去啊，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的动力。那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这台手机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当然了，是台手机就能拍，不光它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那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那 Z60 Ultra 呢，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长焦镜头。但要说一下啊，它们可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学变焦，没有光变。在拍摄界面中给了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就是前面说的3颗光学镜头。18端呢就是超广角，35就是主摄，85呢就是长焦。点击每颗镜头，就是现在的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啊，都会出现一个小数码变焦。你看18能变成24，35能变成50，那85呢就能变成170。在拍摄界面中有一个权重非常高的模式叫人文街拍，当你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呢，拍摄界面会专门多出一个50焦段来让你选择。而且在手机的侧面呢，专门有一个滑动的物理开关，来让你快速启动人文街拍模式，在熄屏状态下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模式进行拍照了。当然，这个滑动开关呢还可以自定义其他功能，比如说静音啊、录音啊、手电筒啊、游戏空间什么的。现在就是人文街拍模式和默认模式在成像方面的对比。那么它们的区别呢，就是人文街拍的颜色呀会更淡一些，但是对比呢会更高一些。那这两种模式哪种更适合您呢？那就要靠您平时多拍多看了，慢慢的就总结出来哪种模式更适合您了。在人文街拍选项里还有一个超宽画幅的选项，一开始我以为是617这比例，那后来我一看照片尺寸啊，实际上它致敬的是哈苏叉潘这台相机，它的比例是65:24，哎，这就有点意思了。在录像里还加入了预录像功能，这个功能比较有意思啊，它可以提前帮你录制20秒的视频，那直到你真正开始录像的时候呢，它就把前面20秒的视频加进去。它有什么用呢？那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地方鱼儿会跃出水面，但是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跃出来，对吧？那你就等着呗，那鱼儿一跳出来你就开始录像，那实际上它已经提前录了20秒了，它肯定会把鱼跳出来的画面给录下来。那下面我们就每颗镜头结合一些应用场景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的影像表现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
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一一念了啊，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在默认状态下，成像的影调风格呢，也就是色彩这块还是挺温和的。当然了，这些颜色呀、影调都是可以直接调的。机身内呢也内置了很多影调风格呀，还有滤镜风格。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咱们主要看不可更改的光学素质。那努比亚前几代产品的35毫米主摄，它的光学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那这代产品主摄的中心解析力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应该的。但是出彩的呢还是边角画质把控。边角画质就代表了整个镜组的光学质量啊，这个就是制造成本，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那么这台主摄依然有非常优秀的边角画质把控，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边角画质把控啊。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颜色风格呢依然走的是温和的路线。那么中心解析力依旧没有问题，最棒的依旧是边角画质，这回看的是另一边啊，光学水平非常高。而且主摄的背景虚化也是非常好看的啊，就是郊外的成像效果，这也得益于优秀的光学素质。这些照片呢就都是局部放大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焦点跟郊外它们的成像都是非常好。那优点说完了，说一些不足吧，那就是高清模式。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但是跟默认模式比呢，解析力是没有什么提升的啊，就是锐化变得更少了，画面更柔了。那再看超广角镜头啊，这是这回给我震撼最大的地方。那么 Z60 Ultra 的超广角呢，拥有同级别中超大的感光器，还有光圈达到了 f1.8， 还有光学防抖。那这个参数呢，就是去年很多旗舰手机主摄的参数。但是呢，它是超广角等效焦段达到了18毫米。那看视频的朋友当中有玩相机的吗？超广角和长焦一样，想同时拥有大相场和大光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超广角的光圈达到 f2.8 的相机镜头，价格是极其昂贵，体积和重量也是非常夸张的。因为主摄的视角啊更窄，所以当 Z60 Ultra 的超广角参数和去年旗舰手机主摄的底差不多大，光圈也差不多大的时候，那由于是超广角镜头，那么它制作起来是更难，成本也是更高的。也许有人会说，18毫米的等效焦段也不是很广啊，那超广角不是越广越好吗？嘿，那是在默认超广角是半拉残废的情况下啊。那镜组的光学素质难做，成像不好，夜景纯废。那还有很多人抱怨超广角镜头视角太广了，不好构图，不好把控的。那我估计这回努比亚是想明白了，他们想估一头啊，就是实用这一头。那过去无论多贵的旗舰手机，超广角一到了暗光下就废了，跟主摄呢就不是一个级别啊。你看这些样片啊，而 Z60 Ultra 超广角在这种昏暗的环境下，成像效果跟主摄是同样优秀的。而且当时关闭了自动夜景，你们看到的就是直出效果，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后面有专门的夜景测试啊，我们到时候再说。回到正式的测试中来啊，现在看的就是主摄跟超广角视角的对比。那么中心解析力呢不错，有点锐化，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边角画质的把控呢是相当的好啊，镜组的光学质量相当优秀啊，这可是超广角镜头。再看一张超广角样片。中心解析力呢依旧没有问题啊，最棒的还是边角画质，这回看的是另一边，非常优秀的镜组光学质量啊。那么视角广、底大、光圈大，这些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因素呢，它都占全了。那还有如此好的表现，那之前我真是没想到的。那优点说完了，再说一些不足啊，就是高清模式，这点我之前想到了。那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跟普通模式比呢，解析力没什么提升。Z60 Ultra 的微距拍摄呢，用的也是超广角镜头，微距的效果还是可以的，放大比、解析力呢都算上乘，微距肯定算是够用了。可圈可点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超广角的微距照片背景虚化也是非常好看的，就是照片的郊外非常好看，而且是纯光学的啊。那么这种照片的郊外效果呢，也堪比主摄了。再说长焦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原生6400万像素，默认输出1600万像素照片，焦段呢约等于85毫米，也是经典的人像焦段啊。那么这颗长焦镜头的对焦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样片呢，先从1.4倍的50焦段开始看起，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在拍摄界面里的点一下主摄就直接切换到50了。解析力呢跟主摄没有什么不同，那毕竟是同一颗镜头拍的嘛，主要是方便。现在是主摄跟长焦85镜头的对比，那这颗长焦镜头呢，相当于本机主摄的2.4倍，其他手机的3.5到3.7倍。那解析力的区别跟主摄比，在拍摄远方的时候，那肯定强太多了。那毕竟是光学镜头嘛。
但是长焦的高清模式和主摄还有超广角一样，就是跟普通模式没有什么区别。再说前摄，那 Z60 Ultra 是屏下前摄，厂家说是第5代屏下前摄技术。手机正面的整体性很好，很美观，但是屏下前摄给人的固有印象就是成像差点意思。那从实际拍摄效果上来看呢，颜色稍微有些偏红，那不过颜色呢还好说好调整，而且希望固件升级呢也搞定一下。关键是清晰度还不错，而且是背景中的景物看起来不错。那比如之前屏下前摄很难搞定的树枝等复杂的这样的景物，这次的效果也不错啊，毕竟是第5代屏下前摄技术了嘛，一代一代的升级，确实看起来越来越强了。现在是前摄录像的效果，清晰度也是不错的啊，包括背景的效果，颜色也比刚才强了一些，就是防抖呢还需要加强。作为屏下前摄手机啊，这种自拍跟录像的效果呢已经是很大进步了。那用来验证身份还有视频通话呢，肯定是富裕了。35毫米镜头被称为人文镜头，那拍摄人像也是很在行的。Z60 Ultra 的主摄人像呢也是令人满意的，人物的肤色还有背景虚化的效果是一如既往的高水准。当然还有85毫米长焦镜头的人像特写，也继承了前几代产品的优点。那之前在聊努比亚之前几代产品的时候呢，我也提到过我个人对85镜头的情愫，那是一段玩摄影的美好记忆啊。这次 Z60 Ultra 的表现呢也是没有让我失望，在不同环境下呢也能拍出令我满意的人像特写照片。不过这些呢都是常规操作，和前几代产品是一样的。那 Z60 Ultra 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夜景人像。晚上和朋友出来聚会，总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暗光环境，顺光的、逆光的，各种颜色杂光场景的多了去了。那 Z60 Ultra 的主摄呢，都能很好的完成人像拍摄。那这次呢，我还拍摄了一张近似优秀的人文人像照片。注意看这张照片，我猜大家看这张照片时的观看顺序都是先看到一位正在吞云吐雾的帅哥，再看到旁边注视着他的美女。美女的表情有些无奈，好像在说：“你怎么不理我呀？怎么不陪我玩啊？那玩什么呢？”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有一只张着嘴的鳄鱼玩具。大家的观看顺序是被照片自己引导着走的。照片的叙事能力很强，情绪传达的准确。虽然说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但是里边传达出来的信息就像有了声音和动作一样。再结合观看者自己的经历和想象，照片就活了，就有了生命力。这就是一张优秀的人文照片。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无意间抓拍下来的，没有时间调整距离和构图什么的，看到了就赶紧拍下来。那这就是35毫米人文镜头的魅力，是努比亚 Z60 Ultra 优秀的人文主摄的夜拍魅力。那总的来说呀，自从努比亚深耕35毫米主摄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的人像拍摄都没有让我失望过啊，这是它的大亮点之一。再说直出宽容度啊，那 Z60 Ultra 的超广角跟主摄的素质是很接近的，前面已经说了，在直出宽容度的测试里呢，也能反映出这点。测试场景无论是简单还是难的，主摄跟超广角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都很好。那由于视角的不同啊，那么自定义高光点跟阴影点呢也是有区别的，所以主摄跟超广角拍摄样片的调性是有差异的。但是更多的场景呢，主摄跟超广角不说一模一样吧，那也都是非常近似了。那再说夜景测试，像这种简单的场景呢，主摄跟超广角的水平都很高，而且还都是直出。那就算到了真正的高难度场景，这个直出效果除了视角不一样以外呢，那就真跟两台手机在进行主摄的对比似的。现在是主摄50的数码变焦和长焦85端进行对比，那这颗长焦镜头在城市灯光环境的夜景效果呢，跟主摄比起来也是够强劲的了。那换一个场景呢，也是如此。从祖传神树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因为太暗了。主摄跟超广角应付这个场景呢都没有问题。那健身器场景呢就很难了，主摄就不说了，能看清健身器械还有树皮背景都是应该的。但是在拍之前，我是没想到一台手机的超广角也能拍出这样的细节。树林小路场景就更难了，同样的主摄就不说了，那超广角居然也能拍出树干的细节，这就有点神了。那老观众都知道这个场景其他手机超广角的效果吧？那现在左边是一台售价上万的旗舰手机的超广角效果，看上去已经很不错了吧？但是放大看的话，那差距就是主摄跟超广角的差距了。祖传神树 Pro 的场景表现呢，当然也是之前没有想到的了。主摄能拍清楚是应该的，毕竟树叶少了，环境亮了很多。但是超广角的效果还是超出了我之前的预期啊！和其他家售价上万的旗舰手机的超广角比呢，那简直就是超广角在和主摄比了。
这次我还特意带到女流氓小巷看看这台手机的夜景表现。那么主摄跟超广角依旧都可以拍出细节，尤其是超广角，我还真是服了呀！这也是为什么 Z60 Ultra 的手机在拍摄界面中给超广角加了一个2:4的变焦选项，它真的就是能当主摄用啊！录像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清晰度、防抖都没问题。那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同样清晰度、防抖都挺好。哦，对了，这台手机的所有镜头都支持 4K 120帧的录像规格。那现在是长焦的表现，清晰度很好，防抖呢相比前几代产品进步了不小不用狙击枪的握姿了，就能轻松拿在手里，就有很好的防抖表现。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清晰度是很高的，但是防抖呢跟白天比是比不了的。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同样的清晰度很高，同样的防抖跟白天比呢也下降了不少。不过要是静止不动拍的话呢，主摄跟超广角的差别呢那真是挺小的。那其实这个场景你们听我说的最多的话就应该是超广角到了这个场景就难以应付了，对吧？但是 Z60 Ultra 的超广角呢和其他手机还真不一样。现在是长焦的夜晚录像表现，这一看清晰度就知道是真用长焦镜头拍的没有用主摄数码变焦代替，清晰度很高，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就不要苛求了。这台手机的造型大家喜欢吗？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我对它工业设计的总结呢，就是正面看起来整，背面看起来猛，翻来覆去的看呢就是真猛。硬件呢就是最新的骁龙8 Gen 3 UFS 4.0 加 LPDDR5 x 6000毫安时电池IP68级的防尘防水，红外遥控NFC120赫兹屏幕刷新，1200赫兹的瞬时触控采样率也都配上了。香不香呢？您说了算。反正我们对硬件呢也不是很在行，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先说白天，主摄继承了前几代产品的优点，光学素质优异，等效35毫米的焦段呢我很喜欢。超广角给我的惊喜是非常大的，虽然说和其他手机比呢牺牲了一些视角，但是大大提升了超广角的使用价值。它的成像水平很高，光学素质极为优秀，而且达到了现在所有手机主摄的成像水平。那些抱怨手机超广角暗光下不好用和视角太广不好把控的人，可以试试这台手机。那长焦的表现跟前几代产品比呢，在硬件上是有进步的。屏下前置的效果呢，无论是自拍还是录像，都在不断进步当中。微距的表现中规中矩，郊外的效果非常好看。人像拍摄无论是白天还是暗光下，都有极佳的表现，是这台手机的一大亮点。宽容度的表现主摄跟超广角都很不错，也很稳定。夜景的表现，主摄在城市环境跟街暗环境下都有优秀的表现，长焦的水平也很高，但是表现最好的还得说是超广角镜头，任何环境下都有堪比主摄的成像表现，那这点呢值得所有手机厂家去学习。录像的表现，主摄跟超广角在白天都没有问题，长焦的防抖和前几代产品比呢是进步明显的。夜晚录像，主摄跟超广角的清晰度都很高，但运动起来呢防抖跟白天比都有下降。那这台手机说了半天有没有缺点呀？有，3颗镜头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比起来呢，在解析力方面没有什么提升那这点呢，希望厂商重视起来，后期 OTA 升级能改善一下。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的内容，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